歡迎打開瑪麗莎的黑盒子，我是瑪麗莎。如果有一天你突然可以看到鬼，你會有什麼感覺？對今天的主角小妍來說，突然有陰陽眼真是糟糕透頂的事，因為她工作的地方剛剛好，很容易看到鬼。今天要說的故事就是小妍的陰陽眼。小妍不是天生就有陰陽眼，她的陰陽眼是在一次意外之後才被開啟的。她是個護理師，負責照顧癌症病人。有次他值夜班的時候，發現有間病房裡有白煙冒出來，他衝進去一看，原來是病人家屬偷偷帶了一台老舊的電暖器來用，結果機器過熱，連電線都已經開始在融化了，眼看就要波及旁邊的氧氣管路，這不得了，情況緊急，小妍伸手就去拔插頭，但沒想到電暖器其實已經漏電了，小妍一碰到就被電得彈開，頭還重重去撞到病床的護欄，當場他就倒地昏了過去。不過好險，因為是在醫院，小妍很快就獲得救治，沒有什麼大礙，休息幾天後就恢復上班了。病人看到他回來都很高興，因為小妍是那種笑容甜甜的、親切又可愛的女生，也很會安慰和鼓勵病人。甚至還有病人說，只要看到小妍護理師，連打針都不覺得痛了呢。小妍也很慶幸沒有事，一切恢復正常。直到那一天，他才知道原來沒有那麼正常。那天也是夜班，晚上9點多，小妍在巡房，從最後一個病房出來後，小妍看到走廊上有一個穿着病人服的小女孩，但是這一層沒有兒童病人啊。時間不早了，一個小孩又還是病人，怎麼可以自己亂跑呢？小妍當然不能不管。小朋友，你怎麼在這裡？你住7號房，姐姐帶你回去。那個小女孩沒有回答，只是站着不動，目不轉睛地看着小妍。等到小妍一靠近，小女孩突然轉過身來，小妍一眼看到小女孩的後腦勺竟然缺了頭骨，可以清清楚楚看到裡面的腦子。小妍呆住了，小女孩卻又轉過來，好像很得意似的笑了起來，然後就在小妍的面前消失了。小妍不太記得那天後來她是怎麼度過的，只記得她一直在心裡頭默念一句話：看來有幻覺，撞到頭果然還是會有後遺症的。但很快的，2天後，當小妍正彎着腰低着頭在幫一個病人換管線的時候，她清清楚楚看到一雙沒有穿鞋的腳走到病床邊。從可以看到的衣摆來看，那個人穿的應該也是病人服，那雙腳和小腿的顏色白得發青，小腿上還不斷有水冒出來，就像在退冰一樣。小妍嚇得完全不敢動，一直盯着那雙腳，直到病人叫他回過神來，那雙腳才消失不見。之後這類事情層出不窮，有時候小妍會感覺有人在盯着他，但他抬頭一看，那個人就轉身走進背後的牆裡，消失不見。或是明明他是只有一個人在電梯裡，卻突然聽到耳邊有人在叫他小姐。小妍非常害怕，但他沒有把這些事告訴身邊任何人，只是上網問網友的意見。很快就有人回答：你這樣就是有陰陽眼吧？你不知道嗎？像我從小就看得到，據說我阿嬤也看得到，3是遺傳天生的吧？小妍抓緊最後這句話，陰陽眼是天生的，他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，現在卻突然看得到，所以一定是被電到又撞到頭的關係，絕對不是看到鬼。但小妍還是疑神疑鬼的，因為他不確定眼前看到的到底是不是又是幻覺。有次他發現有個男的一直看他，還叫他，他假裝沒看到也沒聽到，直到護理長走過來問他怎麼回事，怎麼不理病人家屬，他才知道那個男的原來是真人。小妍實在太困擾了，於是他偷偷去別家醫院看醫生。醫生是說，以他的情況來說，暫時出現幻覺也是有可能的，讓他放鬆心情，又開了一些幫助鎮定的藥物。果然，小妍吃了藥之後，已經連續幾天沒有再看到什麼不該看到的了。小妍大大鬆了一口氣，還慶幸自己沒有告訴朋友同事，不然可能會被當成神經病不說，搞不好還會影響到他的工作嘞。但故事的轉折總是發生在主角以為沒事的時候哦。那天小妍值完小夜班，交接完準備去停車場騎車回家，一出電梯，他就看到一個穿着病人服的老太太站在角落看着他。
這種景象他最近很熟悉，他立刻知道又來了。怎麼會這樣呢？他都有按時吃藥啊！小妍趕緊轉過頭去，不看老太太。才走幾步，他就發現，原來周圍有更多穿病人服的人，男女老幼都有，而且每一個都盯着他看。小妍忽然想起來，他今天把車停在地下2樓，而地下2樓除了停車場之外，另一頭就是醫院的太平間啊！這些人難道是從那裡來的？想到這一點，小妍嚇得動不了，只是看着那些人。而那些人發現小妍看得到他們，竟然就慢慢朝他包圍過来。小妍雙腿發軟，想叫卻叫不出聲音。這時，有一個聲音忽然從他背後傳來：“不要看他們，低下頭。”小妍愣了一下，但立刻依照那個聲音的指示低下頭。很好，現在往前走。啊，我不敢。沒關係，假裝什麼都沒看到就行了，我會在你後面。小妍咬着嘴唇，低着頭，死死盯着地面，一步一步慢慢往前走。他可以感覺到周圍不時有冷風向他吹過來，不過倒沒有看到什麼。就這樣，不知不覺的，他發現他已經走到他的機車旁邊了。好了，你可以抬起頭了。小妍抬起頭，發現剛才那些人全不見了。他一轉身，只看到一個穿着志工背心的年輕人，大約27、28歲，臉上帶着溫和的微笑。第一次看到這麼多，嚇壞了吧？所以你也看得到哦，不是我的幻覺嗎？什麼幻覺啊？你是不知道自己有陰陽眼哦。那晚，小妍遇到的那個男生叫做阿漢。據他自己說，他晚上會來醫院當志工，他也看得到那些鬼魂。他告訴小妍，只要沒有做過虧心事，其實不用怕。那些鬼魂啊，只是一時還不想走，所以到處遊蕩。有的比較頑皮的，發現有人看得到，就會故意嚇人，就像小妍第一次看到的那個小女孩那樣。其實發現看到鬼的時候，第一個要件就是不要和他們對看，只要假裝沒有看到、沒有聽到，他們就會覺得無趣，大多數會自己走開。可是要不怕還是很難嘞，尤其小月下班後來停車場，我想到就開始怕了。那不然我多陪你走來騎車不就好了？反正我都辦好晚上來啊。後來真的，只要小妍值小夜班，晚上11點多去停車場時，阿漢就會等在那裡，陪他說說笑笑的。走去騎車的那段路就變得一點也不可怕了。阿漢教他的辦法也很有用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小妍只要發現又看到鬼，他就立刻低下頭，過一陣子再抬起頭，鬼就不見了。小妍恢復以往的笑容，又成為病人眼中最親切可愛的白衣天使。病人中有個女病人叫做美玲，38歲，有個剛上小學的女兒。雖然病情已經不樂觀，但美玲還是非常努力配合治療，希望能夠好起來，陪女兒長大。有天，小妍幫美玲換點滴的時候，美玲忽然哭了起來，說覺得自己好不起來了，很害怕。小妍就像平常一樣，拿出最大的努力來安慰病人。不要這樣說啦，美玲姐，你一定會好起來的。你不是還要陪女兒長大嗎？我真的會好起來嗎？我們要有信心啊！可是很遺憾的，半個月後，美玲的病情急轉直下，不多久就病逝了。美玲過世後3天，小妍在例行巡房時，突然又看到了美玲。美玲就站在病房走廊上，惡狠狠地瞪着她。小妍嚇了一大跳，但立刻想起阿漢教的，趕緊低下頭，裝作沒看到。但沒想到，我知道你看得到我，你不是說我會好起來嗎？你不是說要有信心，我就可以陪女兒長大嗎？美玲的鬼魂開始不斷出現，每次都是像這樣的在質問小妍。就算小妍裝作沒看到、沒聽到都沒有用，嚴重影響到她的工作。但更可怕的是，美玲最後甚至出現在小妍家裡，讓小妍徹底崩溃。小妍向醫院請了休假，但晚上她卻回到醫院，她是為了要找阿漢。阿漢，我受不了了！你懂這麼多，知不知道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不要再看到他們？你不想再看到鬼了？我當然不想啊！既然我會突然有陰陽眼，一定也有辦法可以收回去吧？我又不是天生這樣的。阿漢沒有立刻回答，安靜了一下，好像在想什麼。最後，他才終於開口：“其實
真的是有一個辦法。阿漢將這個辦法告訴小妍，而當晚剛好就是阿漢所說的月圓日。小妍不想再拖延，立刻照阿漢說的，一個人在午夜12點來到醫院的頂樓陽台。他不是不害怕，只是如果不忍過這一關，他不知道這樣的生活要怎麼過下去。小妍已經找來2片榕樹葉，先仰起頭，將葉子覆蓋在眼睛上，再用一塊紅布將眼睛蒙起來，然後對着天空合十，連說10次：吾德之眼，近日歸還，立命殊途，不復再見。小妍一念完10次，周圍立刻颳起大風。阿漢和他說，在這過程中，他可能會聽到很多可怕的聲音，但不管多害怕，都不能把眼睛上的布拿下來。如果能夠堅持住，等到過程結束，那塊蒙眼布就會自然脫落。很快的，小妍果然聽到各種讓他汗毛豎起來的可怕叫聲，也聽到很多人在叫他，包括美玲。你騙我，你說我一定會好起來。小姐，你一個人不怕嗎？小妍怕得不斷發抖，多少次想扯下布逃跑，但她也很怕扯下布不知道會看到什麼情景，更怕這樣就無法擺脫鬼魂的糾纏。就在小妍被強風吹得幾乎要站不住的時候，她眼上的布忽然鬆開了。也就在這一瞬間，不論是風還是周圍的各種聲音，就都忽然消失了。周圍一片安靜，小妍慢慢睜開眼，只見到天上月光皎潔。她低下頭，看到那塊紅布和2片榕樹葉都落在地上，不過都已經像被燒焦似的變黑了。小妍真的再也看不到鬼了，不管是美玲或是其他任何鬼魂，她都看不到也聽不到了。小妍知道他們可能還在那裡，但就像是頻道不同，她再也接受不到，也不會被干擾，不用害怕了。小妍非常開心，第一個想到的人就是阿漢，她想要去告訴他，好好謝謝他。但是小妍卻再也沒有遇到阿漢了。1天、2天，1個星期過去了，1個月又過去了，小妍還是沒有遇到阿漢。或許阿漢最近在忙別的，所以沒有時間來當志工。小妍這樣想，直到某天下午，那天癌症病房要準備舉辦病友關懷活動，護理長覺得布告欄旁邊貼的活動照片已經很久沒有換新的了，該重新布置一下，所以就拜託小妍去處理。小妍把牆上的舊照片拿下來，忽然她注意到有張照片裡有個人很眼熟，她仔細一看，這不是阿漢嗎？只是照片裡的阿漢怎麼是穿着病人服的？小妍拿着照片去問護理長：“護理長，這個人你記得嗎？”“啊，這個是吳承漢嗎？大家都叫他阿漢。”“這就是阿漢。”“你認識阿漢嗎？他住院的時候，你應該還沒有來這裡上班吧？”“這麼久了嗎？那護理長你怎麼還記得他？”“我對他很有印象啊，他是一個很可愛的大男生，總說他病好了出院以後還要再回來當志工，不過很可惜，他最後沒有好起來。”年紀輕輕就過世了。小妍現在終於知道她為什麼再也沒有遇到阿漢了，因為她已經沒有陰陽眼，當然看不到其實已經不是人的阿漢。那天小妍下班時來到地下室，她突然停下腳步，看着眼前空蕩蕩的停車場。“阿漢，你在這裡嗎？我現在看不到你了。如果你在，那你就讓前面的燈閃2下。”“是巧合嗎？”小妍剛說完，她前面天花板上的燈真的就快速閃了2下。小妍嚇了一跳，但她一點也不怕，還忍不住笑了出來，只是眼角卻也同時泛出了淚光。“阿漢，謝謝你。”你覺得那盞燈的閃光真的是阿漢給小妍的回應嗎？如果你是小妍，你會想收回陰陽眼嗎？歡迎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看法。如果你喜歡今天的故事，也請按個讚讓我知道哦。我是瑪麗莎，一個說故事的人。在這個頻道上，我會說奇幻驚悚、靈異恐怖、都市傳說類型的故事，每個故事都裝在一個黑盒子裡。我每周固定更新，歡迎你每星期都來打開瑪麗莎的黑盒子，要記得訂閱哦。瑪麗莎的黑盒子，我們下次見。